很显然，美国这个即将上任的驻日大使，其最高的使命任务，那就是设法进一步挑起中日关系的紧张，重点是要激化钓鱼岛纠纷，鼓动日本做好与美国一道武力干预台海的准备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富强，欢迎来到富强观察室。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，美国新驻日大使还没上任就开始挑拨中日关系，中日关系前景更加堪忧。似乎美国外交的一切使命就是为了如何反中反俄了吗？看来还真是这样，设法给中俄两国制造矛盾和危机，设法刁难中俄两国，设法制约中俄两国与中俄两国对抗，这就是美国外交的根本目标。为了搞乱中俄两国的周边，美国不遗余力。那边美国挑起了俄罗斯与乌克兰、白俄罗斯与立陶宛等国家的紧张关系，战火总处在一触即发的状态。此外，美国又在哈萨克斯坦发动了颜色革命，试图推翻亲俄的哈萨克斯坦政府，在中国一带一路上设置一道障碍墙。这还不算，美国同时又想挑拨与激化中日关系。据环球网报道，美国驻日大使这个新官还未到任，就来挑拨驻在国与邻国的关系了。美国新任驻日大使拉姆·伊曼纽尔又刷了一次下线。据日本广播协会 NHK 报道，伊曼纽尔于1月5日在美国华盛顿就日美关系等问题接受了 NHK 的专访。采访中，关于拜登政府视为最大竞争对手的中国，伊曼纽尔声称，中国既不是好邻居，也不是促进地区利益发展的存在。此外，他还在采访中谈及多个涉及中国的负面议题。中国不是好邻居，美国才是吗？看看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上的高墙，看看加拿大还有什么自主权，看看俄罗斯周边的乱局。美国即便不是邻居，也要把互为邻国的那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搞乱。中国不是促进地区利益发展的存在。当今世界的经济增长贡献度，全世界有哪个国家可比？连美国也望尘莫及。日本当代的经济发展最核心的基础就是拥有了中国第一大贸易国，有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。美国人为什么总是要睁着眼睛说瞎话呢？根本的原因并非仅仅是眼红中国的发展，而是要渲染中国威胁论，来孤立中国，挑起世界更多国家与中国对抗，遏制中国的发展。有人用美国就像班里面原来的学霸，为了保持学霸的地位，他不是自己更加努力的学习，而是设法使坏，阻挠别的同学赶超自己。这个比喻我觉得很有趣，也比较贴切，但还不够形象。美国的外交关系最典型的内涵就是美国民众最热衷的、最喜爱的美式橄榄球，采取最野蛮的方式，设法把对方的球抢过来，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野蛮手段，设法阻止对手拿着球进入得分区。很显然，美国这个即将上任的驻日大使，其最高的使命任务，那就是设法进一步挑起中日关系的紧张，重点是要激化钓鱼岛纠纷，鼓动日本做好与美国一道武力干预台海的准备。至于日本，正好与美国的目标一致，在台湾问题上，日本的担忧甚至大于美国。日本对台湾的殖民野心并没有真正的放弃，不过是想等待和制造机会，让台湾再次成为日本轻易左右的地区。总之，今年的中日关系预计会进入一个冲突危险期，我们必须做好一切准备才行。好，本期话题就到这里，下次再见。